把大家聊沉默了，我们聊沉重了呢？不沉重啊。如果一个人他的逻辑能够自洽的话，你不觉得应该替这个人开心吗？对不对？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去自洽自己的，因为不想让自己清醒，想让自己混沌的活着。因为你只有混沌，你掉下去做所有的事情，你才会做短暂的所谓的计划。你做未来的计划的时候，其实对你来说是很遥远的。比如说你20岁的时候，你想去做一件事情，比如说我想要去哪，可是要不等我到30岁的时候，我再去做这个事儿吧，10年后再做这个事情，现在还太早了。好，等你到30岁的时候，可能你就已经不想做10年前你想做的这件事情了，你会有新的想做的事情，然后你就会去想那这个事情对我来说目前还有点遥远，那等我40岁的时候再做吧。那等你到40岁的时候，你又不想做30岁的事情了，因为你又会产生新的想法。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当下想做什么，最好在这1年之内或者2年之内就把它去做了，别给自己定太久远的计划。不会啊，其实每个人都选择权，只是无非就是看你想要的多少。你想要的少，你选的就会变多；你想要的多，你选的就自然而然变少，这是必然。你所有的选择权决定于你的世界观和你的价值观。一切都源于我想要什么。对啊，你想要欲望是原罪。好像触发了什么？矛盾，因为欲望可以让社会发展，所以它是个必然。之所以是必然，是因为人类的设定本来就是必然，人类的设定就是矛盾的，很矛盾啊。人类会生老病死，还会饿肚子，这个必然会导致产生出体系跟社会，然后它必然就会发展到今天。不沉重啊，这是一个，你看，这是当你真实的知道这个必然性的时候，你又不想去接受它，因为你觉得你不想那么清醒的知道这件事情，你只想混沌着，所以你才会觉得沉重。你听到了让你清醒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认为它很沉重，因为你不想醒过来。清醒会带来痛苦的话，不痛苦啊？为什么痛苦？你为什么会认为清醒这件事情会痛苦？可是你现状不也挺痛苦吗？那就看哪个更痛苦了。这个时候就又面临了一个选择的问题，看哪个更痛苦了。欲望必然痛苦，必然。我们刚才在聊什么？我们刚才在聊黄小我回来。我们不是在聊不重逢吗？对呀，还回得来吗？不是回得来啊。不重逢是一首成长的歌。我就说你就把你现在都经历的人正常的经历就好了。但其实我那等于也没说，那其实就不用再说了。我无论跟他说什么，告诉他所有的东西，他也仍然会成长，他不可能不成长。这就我说的时间是线性的嘛，单线型的，所以没办法。就是我即使回到了曾经，告诉他你未来哪一天不要怎么样或者怎么样，就是我去阻止他，他也一样会。他仍然会经历另一些问题，就是他仍然还是会成长，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不用说，不用聊，可以碰一杯喝杯酒还可以，是吧？我感觉首先，为什么我要去思考一个不成立的事情？如果有时光机的话，它就成了一个五维论了。五维论的话，意味着这个人即使我见到他了，我也不一定会成为他。对，它会产生出第6维来，就是平行时空，它会分支出一个新的世界宇宙来。但是那个宇宙里的我也不是相同。对啊，跟我是不重逢的。对，所以说我见到未来的自己也没有意义啊，于我而言，即使他跟我讲他未来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其实跟我也不一定是，我不一定会按照他的时间线去走。好像我回来那个歌的也写的也，因为我是觉得那首歌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真正在一个抑郁状态里的一个矛盾心态，所以说它其实是有点挣扎的，甚至有点窒息的。但这个歌其实我以前聊过，既然从创作角度来讲的话，它其实也是个不难的歌。这歌写都比较写出来，从音乐性上来讲比较简单，主要还是讲的是一个状态，歌词很重要。
所以它跟那个《好想爱这个世界》是呼应的，用了一些大家已知的，就是我间奏用了《好想爱这个世界》的间奏，然后再就是尾奏是跟下一首呼应的，然后里面有个金鱼的声音，最后一段副歌是有一个金鱼的声音，但是我唱的嘛，就是在模仿一个类似于像听感上像金鱼一样，两个声音叠在一块儿，然后叠在一块儿之后，就会让你有一种在海底的感觉，深海的感觉，窒息感。对，有啊，第一次的时候，因为我每次看歌、唱歌的时候，眼睛里都是带泪的，但是歌每次都没让它流下来。控制啊！我都已经在台上唱了10几年了，我其实现在是能尽全力在控制，我是沉浸在那个歌里的，但是我会逼着自己不能哭出来。因为在台上唱歌，如果哭出来的话，其实那个就很容易变成自我感动。你知道，唱歌的时候如果哭的话，那个歌曲会演唱上是非常不稳定的，然后不稳定到就是听感上来说，如果只有某几个音不稳定的话，它是会加分的，因为它是情绪嘛。但如果情绪太过于外放的时候，这就好像如果一个人在你面前撕心裂肺的哭的时候，而你当下其实还好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没有那种感动的感觉。但如果一个人在你面前可能是那种点到为止的哭的话，默默流泪的话，你可能也会被他那个感觉影响。就是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是如果一个人在你面前他默默流泪的话，你可能会因为他的这种，比如他在跟你说话，说着，突然他自己哭出来，你可能在看他眼神的时候，你那一瞬间你可能会也想流眼泪。但如果一个人在嚎啕大哭的时候，甚至都说不出话来的时候，疯狂嚎啕大哭的时候，你可能不会想哭，你的第一反应只想去安慰他，你会关心他，想关心他，想去抚慰他，但是你可能不会想要去跟着一起哭，你们俩其实是不一样的世界了那个时候，因为你脑子想的是安慰他，其实你不是在他的这个故事里面，所以它是两种状态。所以我每次如果唱歌很想哭的话，我还是会克制自己。对，在默啊，就是他在我眼眶啊，他在我眼眶，但是我没让他流出来，可能也要不然就是流一滴这样的，就是他不会流太多，不会让自己的情绪崩溃。好，老师，一个小游戏。小游戏这么跳跃吗？听好歌啊。飞进去，猫头鹰指挥着红灯，该何时才能领？数着 1 2 3 4，脱掉礼帽，大笑着气氛将被引爆，都给我听好，无所畏惧，让所有努力做的承诺全沦为化成风化成风一样的自由。这什么歌啊？我也许太赤裸，就无法想。任之爱老师，法享受是这样，我怎么找不到这歌调了？哇，哪怕我心如刀割，我想要给你灿烂，我想，哎，怎么唱？这灿烂的光芒，宁愿让我受伤在黑。我唱了，我不知道我是啥歌了。享受每分每秒。新歌了，怎么唱？新歌。回忆已不重要，享受每分每秒。享受每分每秒是什么歌？啊，享受每分每秒。好的，我们不玩这游戏了，杀了我好吗？老师，人才啊！写这个是人才啊！听好歌啊！有人能把它唱下来吗？歌迷可以。我本人都不行。行，好。这都是我的歌吗？是您的歌。